欢迎回到中文双语圈，我是 Hedy。上一期我们讲解了如何在职场进行自我介绍，你是否有在工作中使用这些表达呢？今天我们来解决另一个难题，在中国职场应该怎么称呼别人？在很多职场文化中，同事之间是可以直呼其名，非常简单。但是在中国职场，称呼是关系、等级和尊重的复合信号，叫错了会很尴尬，叫得太生分又很疏远。别担心，今天我会教给大家一套清晰的行动指南，并让你读懂背后的文化逻辑，让你彻底掌握这门技能。在中国职场，你需要称呼的人不外乎3种关系：上级、平级和下级。而在这3者中，年龄都是一个需要你额外留意的环节。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来拆解。首先，对你的上级，我们称呼的核心目的是维护权威与秩序。无论他多年轻，在办公室以及正式场合，请永远使用姓氏加头衔的结构。比如他的名字叫 Michael 张，他是总监，那么我们就叫他张总。如果说他是 Sarah 李，他是经理，我们就叫他李经理。即使他私下让你叫他名字，在公开的场合也请切回他的头衔。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职场，称呼别人的头衔是公开确认一种等级秩序的一种方式，是对别人级别、身份和权威的认同。你叫他王总，不仅是在叫他，更是在承认并尊重他的身份与职业权威，这是职业素养的体现。能在正确场合使用正确的称呼，也会被认为是高情商、懂分寸的表现。其次，对待你的平级同事，我们称呼的核心目的是为了融入圈子与保持和谐。你需要记住的秘诀是观察与跟随。通常情况下，如果同事明显年长，即使职位平级，在传统氛围比较浓厚的团队，大家也可能采用尊称。常用的称呼结构为姓氏加上哥、姐或者老师。比如你的同事叫王小明，王是他的姓氏，你就可以叫他王哥、王姐或者是王老师。如果同事更年轻，通常称呼他的英文名或中文全名即可。当然，比较好的一种做法是敏锐地倾听团队里跟你同级别的大多数人是怎么称呼他的，并跟随这样的称呼。如果听到有人叫他刘经理，哪怕他和你平级，在不知道对方的背景和经历之前，保险起见，也最好叫他刘经理。为什么对同事要看大家怎么称呼呢？这不是个人约定，而是一种圈子文化。跟随表明你尊重现有的关系网络，愿意融入集体。年龄在这里是一种隐性的资历，需要你用称呼表达适当的敬意。第三，怎么称呼下属和新人呢？这里我们称呼的核心目的是为了表达尊敬与建立边界。传统上来说，如果对方比自己小，可以选择小加姓氏的一种结构，会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比如说，对方姓王，就可以叫他小王。如果对方比自己大，使用小加姓氏的结构可能会显得有些失礼，应该使用对方认可的英文名、中文全名，或者是采用姓氏加老师的结构，也就是可以叫他王老师来表达尊敬。但是有的时候称呼小加姓氏的结构可能会让一些年轻人觉得有些生疏和距离感。如果你不想让对方觉得你高高在上，最稳妥的方法是直接问对方的偏好。请问我怎么称呼你比较好呢？
请问我怎么称呼您比较好呢？这个方法其实适用于初次见面你无法确定如何称呼的所有人。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尊重，主动询问给予了对方选择权，是建立平等开放的团队气氛的起点。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简单的称呼从来不只是名字，每次开口叫人，你都在无声地传递几个关键信息：我是否尊重这里的秩序，我是否愿意融入这个集体，以及我是否能读懂场合与关系。这一切的底层逻辑就是中国职场人际关系的两大基石：对等级秩序的维护与对集体和谐的追求。记住这个终极口诀：对上级叫头衔，对平级看信号，对下级要询问，注意关注对方的年龄，在公开场合永远选择正式的称呼。最后3条绝对红线请牢记：首先，不要对领导直呼其名，不要在公开场合用私下昵称，不要用喂、嘿招呼人。在中文里，喂和嘿两个词语不是中性的 hello 或者是 excuse me 的意思，它的语气比较粗鲁、不耐烦，通常只在极度的不满、催促陌生人或呼叫距离很远的人的时候使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你有不确定的称呼场景，欢迎给我留言，我会为你解答。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也请给我一个赞鼓励一下吧。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会带你解锁更多职场干货。学商语通职场，我是 Hedy， 我们下期再见。